以史为镜，可以知兴替；以人为镜，可以明得失。大家好，这里是诗墨成歌，我是沙爷。说到一首写悲伤的词，我们通常会先想到哭，想到叹息，想到回忆。可是李清照的《声声慢》一开口不是哭，而是找。寻寻觅觅，冷冷清清，凄凄惨惨戚戚。他在找什么？词里没有说。是找已经离世的赵明诚，找回不去的北方故乡，找失散的金石书画，还是想找回那个曾经有人陪他烹茶、翻书、说笑的自己？很多人读《声声慢》，会先想到李清照经历南渡、丧夫与漂泊以后的晚境，因此把它读成带有悼亡意味的作品。但他失去的不只是一个人，他失去的是懂他才情的伴侣，是共同教书品茗的生活，是多年收集的金石书画，也是故乡原有的生活秩序，以及那个还相信日子能这样一直过下去的自己。我们更想问，一个曾经拥有完整世界的人，要怎么面对那个世界一层一层变得无处可寻？李清照的才学并不是凭空从深闺里长出来的，他的父亲李格非是北宋文士与学者，家中本来就有书籍、文章与士大夫文化。赵明诚也不是只会陪妻子吟诗的丈夫，父亲赵廷之后来做到宰相，赵明诚自己则长期投入金石学，留下《金石录》。两家都有仕宦背景，却未必家资丰厚。李清照在《金石录》后序里自己写道：赵李足寒，素贫贱。夫妻年轻时的生活仍然清贫节俭，这一点很重要，因为他们收藏金石不是有钱人的顺手消遣，而是愿意把有限的生活一点一点换成自己真正喜欢的东西。《金石录》后续接着写：美作望业告出，执一取半千钱，步入相国寺，是碑文，果实归，相对斩完咀嚼，是谓葛天氏之名也。每到初一十五，赵明诚休假外出，夫妻会典当衣物，换取500文钱，走进相国寺买碑文拓本和几样果品，回家相对斩完。李清照最后说：我们自认是葛天氏时代的百姓。这句话很明显让人想到陶渊明《五柳先生传》最后的赞语：闲商赋诗，以乐其志，无怀世之名于葛天氏之名于。五柳先生不慕荣利，读书饮酒，自得其乐。陶渊明用疑问的语气说：这样的人，莫非是上古淳朴时代的百姓吗？几百年后，李清照把问句改成肯定句，在那一刻，他们不需要高官厚禄，只要有碑文拓本、几样果品，再有一个能相对谈论的人，清贫的日子也能被过成远离名利的上古淳朴之事。至于五柳先生为什么会和葛天氏之名连在一起，这里我们先挖个小坑，等之后讲到陶渊明的《五柳先生传》，再回头看看李清照夫妻向往的究竟是怎样的一种生活。不过这里要先讲清楚，金石不是金银珠宝。台湾教育部重编国语词典解释得很直接，金钟鼎仪器，石碑碣石刻，也就是青铜器铭文、石碑、木质、摩崖刻文及其拓本。这些文字可以校正文字，辨别真伪，补上文献缺漏。所以赵明诚收集的不只是漂亮古董，他想从金石上找回传世文献遗漏的历史。《金石录》后续介绍这部书时说，他所收录的金石文字，上足以合圣人之道，下足以定史事之失职者，皆载之。他们相信刻在金属与石头上的文字，可以比人的记忆更长久一点。李清照也不是站在旁边陪丈夫做学问的人，他们两人的生活，每获一书，即同共看教，整集千题，得书画遗灵，一磨完书卷，只摘吃病，夜尽一烛为帅。得到书便一起看教，提签得到书画骨器，便共同赏玩，指出瑕疵。常常看到一支蜡烛烧尽，两人之间最难得的不只是彼此相爱，而是有人懂他的学问，也陪他把一生过成学问。李清照还写下烹茶猜书的往事，他说：余信偶强记，每饭罢，坐归来堂烹茶，只堆积书时，言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页第几行，以众否决胜负，唯饮茶先后，众既举杯大笑，置茶翻覆怀中，反不得饮而起。
饭后两人坐在归来旁烹茶，随口提出一件典故，猜它出自哪一本书、哪一卷、哪一页、哪一行。猜对者先喝茶，可是猜中了又笑得茶洒满衣襟，最后反而没喝到。李清照写完这段，只说了一句“甘辛劳事相宜”，意思是说，如果日子可以这样一直过下去，他甘愿在这样的生活里慢慢老去。我们现在回头看申生曼，才会知道冷冷清清4个字的重量，因为他的生活不是一直都是冷清的，他的日子里曾经有烛火、茶香、书卷翻动的声音，也有2个人因猜中一行文字而大笑。没有前面的笑声，后面的冷清就只是安静。正因为曾经那么热闹，那么明亮，那么有人回应，后来的寂静才不是少了一点声音，而是世界失去了回声。可这个世界后来还是松动了。战乱逼近，夫妻难度，故园与收藏也开始一件一件的离开了。谈到这段历史，我们会常听见的2个词，一是宋氏南渡，另一个是衣冠南渡。前者说的是朝廷与政权往南转移，后者原本是用来形容中原士族与士人集体渡江南下。唐代刘知几在《史通》谈到西晋末年时写道：“自洛阳荡妇，衣冠南渡，江左侨立州县，不存商职。”洛阳倾覆，中原士族渡江，在江南侨设原来的州县，却已经离开故土。衣冠南渡4个字听起来很雅，背后却是故乡失守，家族迁徙，生活秩序重新安放。若从广义的北人南迁来看，后人常把3个阶段并列：西晋永嘉之乱以后，安史之乱到唐末战乱之间，以及靖康之变后的宋氏南渡。但要说的精准，衣冠南渡原指西晋末年的永嘉南渡，跟着人口移动的还有制度、书籍、记忆、语言、家族记忆和世人的文化脉络。到了南宋，政治中心移到临安，人口与资源集中江南，南方的经济与文化重心地位也更为明显。对后人而言，衣冠南渡是人口制度与文化的重新分配；对李清照而言，却是一连串来不及整理的失去。经实录后续记下，留在青州10余间屋中的书物，凡所谓10余屋者，已皆为微烬矣。带往南方的收藏，又在奔波中反复丧失。南渡不久，赵明诚也病逝。他失去的不只是器物，而是器物曾经证明过的共同生活。史书看见的是文化重心南移，他经历的却是故乡、故人与故物一样一样离开。靖康之变与宋朝初年的局势，我们在《满江红》谈过。至于南宋最后如何一路退到海上，可以回头看《过零丁洋》。今天我们让镜头离开战马、朝堂与城池，看一场写进史书的衣冠南渡如何继续留在一个人的日常里。满江红写的是国耻如何化成怒火，过零丁洋写的是国亡之际如何守住最后的选择，申生曼写的则是当进口离开战场，大时代如何仍在一个人的生命里下雨。词一开始写的14个叠字，不是为了把悲伤写得更华丽，寻寻觅觅，冷冷清清，凄凄惨惨戚戚，它更像是一连串的动作与反应。先是寻觅，接着发现四周没有回应，最后外面的空才一层一层沉进心里。宋人张瑞义在《贵尔集》中评论这个开头，他拿公孙大娘舞剑来比，不是因为这些字柔弱婉转，而是因为它有节奏、有顿挫、有逐层逼近的力量。接下来有3个文化节点值得稍微停一下。第一个是燕，申生曼写燕过也正伤心，却是旧时相似。这像是李清照另一阙《一剪梅》的回声，把2阙词放在一起读，《一剪梅》里的燕还带着书信与等待的想象。云中谁寄锦书来？雁至回时，月满西楼。到了申生曼，雁却只剩下旧时相似的刺痛。同样是雁，前一次让人等待消息，这一次只把记忆带回来。所以最伤人的不是他陌生，而是他偏偏还是旧时相似。第二个是黄花，李清照的《醉花阴》里写道：莫道不销魂，帘卷西风，人比黄花瘦。醉花阴常被解读成夫妻离别中的相思，
那时的黄花也带着离愁，却仍然保留着等待与重逢的可能。到了深深漫，黄花再次出现，人生的位置却已经完全不同。我们不必争论它究竟是否正在盛开，还是已经凋落。重要的是，花还是那种花，可是看花的人却已不是当年的自己。同一个意象，从有人可思走到无人可待，他寻找的不只是故人，也是那个还能从西风里等待故人归来的自己。第三个是梧桐细雨，李清照不是第一个把梧桐和秋雨写在一起的人。白居易《长恨歌》早已写过：春风桃李花开日，秋雨梧桐叶落时。温庭筠《耕肉子》又写：梧桐树三更余，不到离情正苦，一叶叶一声声，空阶低到迷。在李清照以前，梧桐秋雨早已是文学里的离情之声。可是到了深深漫，他只留下到黄昏，点点滴滴，一叶叶一声声，到了他的笔下，变成了一滴一滴。声音被切成越细，时间反而被拉得越长。没有惊天动地的大事发生，却让人清楚听见身边真的只剩下自己。雁、黄花、梧桐雨这三组意象共同做了同一件事，就是让熟悉的世界一再回到眼前。雁仍然循着季节南来北往，黄花仍然在秋天盛开或凋落，雨仍然落在梧桐叶上。天地没有因为一个人的遭遇而停止，可越是如此，他越清楚自己已经回不到原来的位置。陌生的景物未必伤人，最伤人的是那些景物仿佛仍然认得你过去的人生，却再也不能把你带回去。所以这首歌不从战火写起，而是从一间小阁玉里焚香一杯茶和半帘花影开始。从前两个人相对翻书，金石有声，茶香未冷。后来书卷仍在，花影依存，连南来北往的雁也依然认得旧路。只是那个与他共看这一切的人再也回不来了。他寻找的是故人，是故乡，是故物，也是故人尚在时那个完整的自己。这里是诗墨成歌，接下来让我们跟着李清照的脚步，从一世笑语走进一场找不到归途的秋天里，听深深漫。雨尽空轩花影，手摇金鱼诉酒闲微。若教此也能重读原乡梅边共枕梅。帘外更深秋露白，等前人守月光微。欲寻旧梦梅边去，却向空庭待影归。一寸柔肠映远水，天中往事口柴扉。人间何处寻相见，只剩余香如落微。寻寻觅觅，冷冷清清，凄凄惨惨，凄凄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。三杯两盏淡酒，怎敌他晚来风起。言过也正伤心，却是旧时相识。满地桃花堆积憔悴损，如今有谁堪摘？守着窗儿独自暂生的黑。梧桐更见细雨到黄昏，点点滴滴，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